大家好，我是迅哥。这个国家的百姓不需要工作，医疗、教育、水电甚至住房都全部免费，还一度是世界上人均最富裕的国家。而它荒诞离奇的故事更是耐人寻味。这便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坐落于马绍尔群岛南部的瑙鲁，在当地语里意为去海滩。百万年来，这里不仅是一个海鸟们跨赤道迁徙的歇脚点，同时也承担了中途厕所的重要作用。于是日积月累了一层又一层的鸟粪，加上此处常年都是雨季，从鸟粪中释放出的可溶性磷酸盐，恰好又与珊瑚礁里的碳酸钙发生反应，形成了所谓的盐鸟粪，并填满了整个岛屿中央高地的珊瑚礁空隙，最后被表层的土壤和植被覆盖，成为了一块不起眼的原始森林。1798年，一艘英国捕鲸船在从新西兰前往中国的途中，发现了还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瑙鲁。然而岛上除了椰子几乎一无所有，在殖民者看来，这又是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而在此时，西方刚刚经历了工业革命，人口突然出现暴增，解决粮食问题也成了当务之急。不过农耕之后，如何使养分耗尽的土壤恢复活力，却始终是个让人头疼的事情。直到19世纪初，有前往美洲的探险者发现，秘鲁某些岛屿的鸟粪竟然有让土壤立刻复活的神奇功效，于是瞬间成了人类最梦寐以求的宝贝，甚至引发了后来著名的鸟粪战争。相比吃素的牛羊马，海鸟们每天享用的都是富含蛋白质的鱼类大餐，所以粪便中的化学元素也就异常丰富，其中含量极高的氮磷钾都是植物生长所需的重要养分，也就难怪它对土壤有着起死回生的作用。不过说起来，与前面瑙鲁鸟粪相反的是，秘鲁岛屿气候干燥，没有雨水的冲刷，也就不会破坏鸟粪中的氮含量，更能保持原汁原味，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所以早在几千年前，秘鲁的安第斯文明中，人们就已经懂得使用这些鸟粪来改良土壤。之后的印加帝国更是将这个优良传统发扬光大。随着鸟粪的价值升级，人们发现它不仅可以提炼咖啡因，成为制造药品的原料，甚至还能用于生产高品质的炸药。于是人类对鸟粪的渴望愈加强烈。殖民者很快成立了太平洋群岛磷酸盐公司，开启了对太平洋偏僻岛屿的搜寻计划。就在1896年，鸟粪公司的员工在瑙鲁偶然发现了一块奇怪的木化石，并把它带回办公室做了3年的门导，直到有人在分析太平洋群岛岩石样品时，才无意中注意到了它。一番研究后发现，这竟是一种从所未见极高品质的磷酸盐矿。接下来，鸟粪公司迅速组织采样人员登上了瑙鲁岛，所有人都震惊了，整个岛屿上竟然有80%都是这样的极品矿石。所谓遍地是黄金的地方，或许指的就是这里吧。二战之后，瑙鲁主要的托管国澳大利亚不但不愿意公布每年开采的数量和售价，甚至还向联合国提出要将这些碍事的瑙鲁人集体迁移到澳洲的柯蒂斯岛上去。瑙鲁人民群情激愤，终于在1968年争取到了独立，并收回采矿权，还得到了澳大利亚1亿澳元的环境破坏赔偿金。面对突然暴涨的财富，瑙鲁政府决定全面改善岛民的生活，承担一切基本开支不说，大家也几乎不用工作，鸟粪都只需要雇佣外国人来挖掘，所有生活物资包括淡水都从国外进口。尽管岛上的医疗教育资源有限，但如果需要，岛民可以直接飞去澳洲接受治疗，或者去国外最好的大学深造，这一切的费用也都由国家承担。作为世界第3小的国家，一条海岸线公路几个小时就可以走完，但每家却平均拥有2台汽车。就这样，一个被长期压抑的岛国突然成为了暴发户，过起了数钱数到手抽筋，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不过如果以为他们只会坐吃山空，那就想简单了。瑙鲁政府很快意识到，岛上的鸟粪磷矿在几十年内就会耗尽，唯有成立信托基金才能让子孙后代继续享福下去。于是未雨绸缪地在世界各地搞起了房产投资，最著名的就是建造了当时墨尔本第1高楼瑙鲁大厦，只待鸟粪耗尽的一天，举国搬迁进去。然而俗话说，永远不要碰自己不懂的投资。不久，瑙鲁人的管理不善和腐败几乎导致了整个国家破产，瑙鲁大厦也落入了他人之手。这个国家跌宕的过程，简直与那些中完大彩后又沦为赤贫的人无异。而此时的岛民们甚至失去了工作能力，他们放弃了传统的农耕和捕鱼技术，长期养尊处优，加上以胖为美的传统，90%的瑙鲁男人体重都超过了300斤，成为了全世界最胖的族群，平均寿命不到60岁。
本来设想70年挖完的鸟粪，才20多年就几乎耗尽。于是，这样一个一无所有又走投无路的国家，为了生存下去，最终放下了尊严和道德底线。1990年代，他们开始出卖护照，给海上走私者提供方便旗，与某些得不到国际承认的所谓国家建交，出卖一切可以出卖的国家主权，同时打造避税天堂，吸引国外资本大量流入，甚至设立空壳银行，成为国际犯罪组织的洗黑钱中心，最后沦为各国眼里的流氓国家，尊严扫地。而最新的吸金手段，则是在2001年为澳大利亚建立了一个像圣诞岛那样的难民拘留中心，以换取澳洲的经济援助。今天的瑙鲁被列为了世界上最贫穷的5个国家之一，瑙鲁人也充满了绝望和懊悔。他们希望自己从没有经历过这段资源的诅咒，还可以像从前一样在郁郁葱葱的森林里享用着椰子汁和面包果。而现在眼前的瑙鲁，由于严重的破坏性开采，植被和土壤已被移去，只剩下一片破碎狼藉、阴森恐怖的珊瑚塔。曾经的原始森林，如今形同月球表面一般。或许他们今后只能放弃祖先们开拓的这片土地，去购买新的岛屿，从头再来吧。感谢关注、转发和留言，我们下期再见。